老公有个奇怪的癖好，在外面不许我喊他老公，只能娇滴滴的喊他哥哥，喊一次就转520。我本以为这是我们之间的情趣，直到5一假期第一天，我的账户多了5200万，我想找老公撒娇，却无意听到他和女秘书的谈话。老公，为什么我们结婚不请婉婉妹妹啊？你平时不是对妹妹最好吗？乖，妹妹视钱如命，我怕她知道后会找你要钱的。乔欣不满地瘪瘪嘴，生气走开。沈墨慈拿出电话打给了特助，送太太去巴黎看时装秀，短期内不要回来。我和乔欣结婚的事情全程封锁，不要让太太知道了。原来叫哥哥是为了不让外面的秦妹妹知道。那我去了巴黎就不回来了。宴会的喧嚣被隔绝在车窗外，迈巴赫在夜色中平稳行驶，我坐在副驾驶，手里攥着飞往巴黎的头等舱机票。几分钟前，他把机票和时装秀的邀请函递给我，语气一如既往的温柔。最近公司忙，你不是一直想去巴黎看展吗？去好好度个假。当时我听着他的话，连呼吸都觉得发痛。如果不是在露台无意间听到他的谈话，我大概真的会满心欢喜，甚至会感动于他在百忙之中依然记挂着我的喜好。现在他用5200万的零花钱打发我，用巴黎的时装秀支走我，只是为了给乔欣一场全城瞩目的世纪婚礼。车子停在别墅门前，5岁的女儿佑佑光着脚从儿童房里跑了出来，仰着粉雕玉琢的小脸，脆生生的喊人：爸爸！沈墨慈换鞋的动作顿了一下，他并没有去抱她，只是淡淡的嗯了一声。佑佑也不气馁，献宝似的举起一张画纸：爸爸，你看，今天在幼儿园我画了我们一家3口，老师说我画的最好，还奖励了我1朵小红花呢。画上3个小人手牵着手，穿着黑西装的爸爸最高，穿着红裙子的妈妈，中间是扎着2个小辫子的佑佑。我走过去想把画接过来，佑佑却固执地举着，满眼期待地看着沈墨慈。可沈墨慈视线就没从手机屏幕上离开过，他的眼角眉梢带着平时绝不会对我和女儿露出的笑意。佑佑举的手都酸了，用肉乎乎的小手扯了扯他的西装裤脚。爸爸，你看看我的画呀。没有反应，佑佑的声音带上委屈的哭腔。沈墨慈终于抬起头，眉头皱了一下。画得不错，去睡觉吧。视线都没有真正在画上停留1秒，佑佑嘴巴瘪了下去，眼眶瞬间红了，低着头默默把画卷了起来。我心疼得喘不过气，我把佑佑抱进怀里，轻轻拍着他的后背，直到保姆把佑佑带回房间。我抬起眼盯着他熟悉的脸。你最近真的很忙吗？沈墨慈终于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怎么突然问这个？巴黎的行程排在下周，如果是度假，你不跟我一起去吗？沈墨慈左手手指轻轻摩挲着右腕上的百达翡丽表盘。公司刚拿下一个大项目，走不开。这是他从小到大的习惯，只要一说谎，就会下意识去摸手腕上的东西。恋爱时，他瞒着我准备求婚戒指，我问他去了哪，他也是这样摸着表盘。那时候我觉得他连撒谎都这么可爱，现在只觉得反胃。哄睡了佑佑，我轻手轻脚地走出儿童房，主卧里传来沈墨慈均匀的呼吸声。我转头走进书房，借着月光打开了电脑，点开隐藏的私人邮箱，里面躺着一封2周前发来的邮件。巴黎最顶尖的高定品牌施耐总部诚挚邀请我出任品牌的亚洲区首席设计师。6年前，我是时尚界最炙手可热的新星，被誉为最有灵气的天才设计师。后来我嫁给了沈墨慈，他拉着我的手，红着眼眶说不想让我太辛苦，他说会养我，会给我一个最安稳的家。为了不影响他的事业，我甘愿隐姓埋名，成了圈里一个拿钱度日的富家太太。就连对外，为了满足他离谱的算计，我也只能以他妹妹身份自居。我盯着屏幕上法文，手指在键盘上敲打。我接受邀请，下周准时入职。沉寂了6年的心突然剧烈地跳动起来。出发前3天，我去沈墨慈的时尚集团总部办手续，拿签证资料。一路上，公司的老员工投来复杂的目光。他们都知道我是这几年一直在幕后为公司提供核心设计图的功臣，却没有几个人知道我是真正的沈太太。走到沈墨慈的总裁办门口，门突然从里面被拉开，乔欣走了出来。她穿的吊带裙极其修身，领口开得很低。看到我，她先是愣住，随即捂着嘴娇笑起来。哎呀，婉婉妹妹怎么来了？她的声音又甜又腻，带着毫不掩饰的挑衅。又来找慈哥要零花钱吗？其实你平时少买点包，也不至于总来公司打扰慈哥工作。乔欣理所当然地摆出一副老板娘的姿态，因为沈墨慈告诉她，我只是一个贪得无厌，被家里塞过来蹭吃蹭喝的妹妹。我冷眼看着她脖颈侧面一枚显眼的红痕上，昨晚沈墨慈说要在公司加班，一夜未归。让开！乔欣脸色僵住，眼眶瞬间红了。
婉婉妹妹，你别生气，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我。可慈哥说，等我们结婚后，你也是要改口叫我嫂子。沈墨慈快步走出来，一把将乔欣护在身后。她的西装外套都没穿，白衬衫的扣子解开了3颗，锁骨上甚至还沾着一点不明显的口红印。沈墨慈皱着眉头看向我，苏婉，你又在闹什么？我来拿去巴黎的手续。沈墨慈神色缓和了一些，资料在桌上，你自己去拿。我越过他们走进办公室，拿完资料准备离开时，目光不经意扫过一份文件的边缘，露出了一张照片。乔欣穿着洁白的婚纱，笑容甜蜜地依偎在沈墨慈怀里。沈墨慈低头看着他，眼里是化不开的柔情。照片背后是乔欣清秀的字迹：沈先生和沈太太永远相爱。我全身的血液全部倒流。沈墨慈看到我手里照片，脸色骤变，一把将照片从我手里夺走，动作大的碰倒了桌上的咖啡杯。你乱翻什么？我平静地看着他慌乱地拿纸巾去擦相片上的咖啡渍，那么小心翼翼。我转过身，一步步走出办公室，没有回头。我怕我一回头会忍不住吐出来。那天晚上，我做了沈墨慈最爱吃的糖醋排骨。佑佑坐在餐椅上，好奇地看着我。妈妈今天好开心。我揉了揉他的头发，没有说话，因为这是最后一顿了。今晚很出奇，沈墨慈居然按时回家了，破天荒地在餐桌上夸了一句：排骨味道很好，辛苦你了。我低头挑着碗里的米饭，没搭腔。吃过饭，沈墨慈去阳台接电话，佑佑从客厅的落地窗后探出头，拉了拉我的衣角。妈妈，你看，爸爸刚才笑了，他已经好久没有在家里笑过了。我走到玻璃门后，隔着一条门缝，他的声音顺着夜风飘进我的耳朵。婚纱的尺寸我已经让人改过了，明天直接去店里试。沈墨慈低声轻笑，当然是最贵的。你是我沈墨慈唯一的妻子，我要给你最好的。我的心狠狠抽搐，痛得弯下腰。厨房里的水龙头被我开到最大，哗哗的水声掩盖了我压抑的哽咽。佑佑跑过来，踮起脚尖，用软绵绵的小手拍着我的背。妈妈不哭，佑佑保护你。我蹲下身，死死抱住我唯一的宝贝，眼泪决堤而出。晚上睡觉时，沈墨慈躺在我身边，很快进入梦乡，睡到半夜，他翻了个身，手臂习惯性地揽住了我的腰，将我带进他怀里。他把脸埋在我的颈窝，吻准确地落在我的颈间。这是我们刚结婚时，他每天晚上都会有的动作。后来乔欣出现，他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这个动作我已经快1年没感受过了。我僵直着身体，只觉得一阵恶寒。我一点点掰开他的手，下了床，在沙发上坐了一整夜。第二天是时尚集团的高管会议，因为这次的大秀由我主导设计的一整个高定系列，我去了会议室，所有高管和核心设计人员都在。沈墨慈坐在主位，乔欣坐在他身边，俨然一副女主人的做派。会议刚开始，沈墨慈就扔下了一个重磅炸弹：下个月的年度大秀，压轴系列的署名和主导权全部交给乔欣。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我身上，谁都知道那个叫涅槃的系列是我耗时3年，熬了无数个通宵，那是我准备用来纪念我和沈墨慈结婚7周年的礼物。我站起身，目光直直逼视着沈墨慈。为什么？沈墨慈翻看着文件，连头都没抬。乔欣更年轻，她的理念更符合现在的市场，你的那些设计有些太沉闷了。反正你也不缺这点名气，拿着那些钱去巴黎好好散散心。乔欣眼唇娇笑，婉婉妹妹放心，慈哥说我的天赋极高，这个系列交给我，我一定会让他大放异彩的，绝对不会埋没了妹妹的苦劳。一个连面料之数都分不清的秘书跟我谈天赋，我把手里的资料往桌上一扔。好，你别后悔。散会后，我去洗手间用冷水泼了泼脸，门被推开，乔欣走了进来，她走到我身边，拿出限量版口红补妆。苏婉，其实我挺同情你的。她不再装出甜腻的样子，满脸是胜利者的傲慢。你以为慈哥真的把你当妹妹吗？他早就嫌你烦了。你每天只知道要钱，没有一点情趣。男人嘛，谁喜欢一个黄脸婆啊？她刻意拨弄了下领口，露出大片的肌肤和暧昧的痕迹。不怕告诉你，下周就是我和慈哥的婚礼。全市最顶级的酒店，1999朵空运的白玫瑰。你就在巴黎好好看着我怎么成为名正言顺的沈太太吧。
我扯过纸巾擦干手，恭喜。让乔欣准备好的所有恶毒言辞都卡在喉咙里。我直接走出洗手间，他根本不知道那套涅槃系列的设计图只完成了80%，最核心的剪裁工艺和数据只有我脑子里有。等大秀开始，有他们哭的时候。回到家，我开始收拾行李，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这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沾染着虚伪和谎言的气息。我只带走了我的设计手稿和佑佑的几件旧衣服。沈墨慈下班回来，怎么带这么多东西？去久一点。出发当天的清晨，阳光很好，我把佑佑牵在手里，看着正在穿西装外套的沈墨慈，做出了最后一次试探。沈墨慈，如果我不想去巴黎了呢？他系领带的手停下，回头看我。如果不去巴黎，留下来陪你，可以吗？沈墨慈眼底掠过慌乱和烦躁。苏婉，你又在耍什么脾气？机票和酒店都是半个月前就订好的，别任性。他甚至不愿多说一句话，拿起车钥匙就往外走。走吧，我送你们去机场。挺好的，一路上车厢里安静的令人窒息。到了机场出发大厅，佑佑跑到沈墨慈面前。爸爸，你真的不和我们一起去吗？沈墨慈温和地摸了摸佑佑的脸。佑佑乖，爸爸忙完这阵子就去接你们，去那边听妈妈的话。到了给我发个信息，卡里的钱随便刷。我看着这张爱了7年却让我遍体鳞伤的脸。沈墨慈，再见，此生不复相见。13个小时的高空飞行，气流颠簸，舱外是几万英尺的云层。法航客机平稳降落，戴高乐机场的跑道在视线里放大，飞机轮胎摩擦地面，传来轻微的震颤感。6年了，这是我第一次踏出江城。机舱门打开，通道里涌入微凉的空气，带着法兰西特有的湿润。我牵着佑佑的手走下舷梯，佑佑背着粉色的小书包。接机大厅人头攒动，到处都是陌生的面孔。我一眼就看到了艾琳，施耐大中华区总裁，也是当年把我带进时尚圈的伯乐。他站在贵宾通道出口，踩着标志性的红底高跟鞋，一身剪裁利落的黑色西装。他快步走了过来，一把将我搂进怀里，力道很大，勒得我骨头生疼。整整6年了，他拍着我的后背，呼吸就在我耳边。你总算舍得离开那个泥潭了。我没有挣扎，回抱住他，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巴黎的空气，连呼吸都觉得无比顺畅。那是久违的自由，没有监控，没有谎言，也没有廉价的哥哥。艾琳松开我，低头看了看旁边的佑佑，捏了捏佑佑肉嘟嘟的脸颊。漂亮阿姨好。艾琳被逗笑了，转身示意助理接过行李。我们坐上商务车，车子驶向巴黎市区。车窗外是塞纳河畔的街景，倒退的梧桐树影掠过我的脸。艾琳递给我一杯黑咖。总部那边都已经安排妥当，董事会全员在线，他们对你的回归期待已久。我接过纸杯，掌心传来恰到好处的温度，喝了一口，苦涩顺着喉咙咽下，非常提神。车子停在康鹏街31号。施耐总部大楼，低调却透着历史底蕴。我推开厚重的玻璃门，直接被带进3楼会议室。长条形的会议桌旁坐满了核心团队成员。我走上前，站在宽大的幕布旁，拿出贴身携带的 U 盘，接入电脑主板，投影仪亮起白光，打在我的脸上。各位，我是婉。我敲击键盘，屏幕上出现第一张主视觉图，文件夹的名字昨天刚改过。为了彻底告别那个不堪的过去，这套耗尽我心血的作品原本叫涅槃，现在它叫重生。鼠标轻轻滚动，100多张高精度的线稿，30套完整配色的效果图，随着点击不断切换，大到整体廓形，小到纽扣材质说明，每一处细节都完整呈现在所有人眼前。会议室里落针可闻，只有风扇转动的微小声响，所有人都盯着屏幕。起初是屏住呼吸，随后有了交头接耳的议论，接着是接连的倒吸气声。设计总监皮埃尔推开皮椅，站了起来，直接走到幕布正前方，贴得很近。他摘下老花镜，用力拍起了手，掌声在会议室里回荡。我的上帝，太不可思议了！看看这剪裁，看看这不可思议的结构巧艺，只有你敢这么打破常规的比例分配，你简直就是为了高定而生的天才！会议室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没有奉承，只有对设计的纯粹认可。艾琳站在一旁，冲我举了举咖啡杯。皮埃尔转过身，不用再开会讨论了。下个月的巴黎时装周，这就是我们的亚洲大秀。团队当场拍板，全票通过。会议结束，我走进楼层尽头的洗手间，大理石洗漱台冰凉。我拧开黄铜水龙头，洗了个手，抬起头，看着镜子里的女人，脸色苍白，眼底有一圈青黑，头发留了整整7年，已经及腰。只因沈墨慈摸着我的头发说：“你留黑长直最好看。”为了他这半句话，我精心打理了2000多个日夜。
再麻烦也没有剪短过，生怕惹他不快。现在看看，真是愚蠢至极。洗漱台上的杂物篮里有一把剪刀，拆快递用的，我拿了起来，握住塑料手柄，对准耳下的位置，连笔画都没有。咔嚓，一缕长发应声掉落，没有任何犹豫，黑发大把落下，在脚边堆成一小滩黑线，直到镜子里出现一个齐耳短发、轮廓利落的女人，脖颈暴露在空气中，有点凉，但是前所未有的痛快。我打开包，翻出那管正红色口红，旋转、涂抹、抿开，红唇把皮肤衬得透亮。镜子里的女人眼神有了锋芒，气场全开，这才是苏婉，再也不是那个围着灶台转悠的附庸。与此同时的江城正在上演一出极其荒唐的大戏。沈墨慈包下了市中心最顶级的宝格丽酒店，整整3层，1999朵空运来的白玫瑰铺满了整个宴会厅，媒体记者堵在门口，闪光灯亮如白昼。沈氏总裁狂宠小娇妻，世纪婚礼浪漫来袭。全网都在吃瓜，称赞沈总深情专一。没有人知道，就在几天前，这位深情的沈总还躺在我的床上，又捧着我的平板电脑看动画片。突然，他停下了动作，小手指着屏幕：“妈妈，你快看！”我凑过去看了一眼，平板上正放着国内婚礼的现场直播。沈墨慈穿着黑西装，乔欣穿着洁白奢华的定制婚纱，两人站在玫瑰花海中间交换对戒。沈墨慈低头亲吻乔欣，又皱着小眉头，指甲在屏幕上抠了抠。妈妈，爸爸为什么穿着这身衣服？他怎么在亲那个坏阿姨呀？童言无忌，只指着可笑的现实。我没有去抢平板，走过去坐在他身边，揉了揉他的头发，语气非常平静。因为那个爸爸坏掉了，里面的齿轮生锈了，我们不要他了。又歪着头，眨了眨大眼睛，思考了几秒，认真地点了点头。妈妈说的对，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坏掉的玩具就会臭臭的，我们要赶紧把它扔进垃圾桶里。他小手一点，退出了直播界面，继续看他的小猪佩奇，没有任何留恋。江城那场婚礼刚刚结束，敬酒环节刚过，乔欣连那身价值100万的定制婚纱都没脱，直接把裙摆一撩，带着助理急冲冲赶去了集团总部。他今天受尽了追捧，虚荣心膨胀到了极点，现在迫不及待想要在全公司面前证明自己，证明他有资格主导大秀。他趾高气昂地踹开打板室的门，里面几台机器正在嗡嗡作响。他嫌弃地捂了捂鼻子，抢过助理手里的文件夹，将几张复印的设计图重重拍在桌面上。打板部的主管老张走了过来，这是个干了20年的老裁缝。他推了推老花镜，拿起桌上的图纸看了一眼，眉头立刻打成一个死结，翻来覆去看了2遍，抬头看向乔欣：“老板娘，这图纸不对。”乔欣刚喝了一口水，闻言冷哼：“有什么不对？”张主管用铅笔点着纸面，这上面只有外形轮廓和颜色搭配，核心的立体剪裁数据呢？乔欣没接话，张主管继续追问：腰部这个最复杂的镂空设计，面料拼接工艺的说明全都是空白的，要用什么质地的里衬，怎么收塑到才能贴合曲线？一连串专业术语砸下来，乔欣根本听不懂。他以前每天的工作就是泡咖啡，哪里知道立体剪裁是个什么东西？做衣服在他看来就是画个轮廓，缝几块布。但作为新晋沈太太，面子绝不能丢。他强装镇定，站直身体，翻了个大白眼。你们可是高级技师，数据这种细节自己随便填一下不就行了？张主管以为耳朵出毛病了，掏了掏耳朵，随便填。老板娘，这可是高级定制，哪怕毫米级的误差，衣服就全毁了。我提供的是最高级的设计理念，是大方向，难道还要我手把手教你们踩缝纫机吗？张主管被噎得半死，脸色涨成猪肝色。旁边几个年轻打板师低下头，肩膀一抖一抖的憋笑。行，您说是啥就是啥。乔欣见他服软，以为自己镇住了场子，扬起下巴，做不好扣全组奖金。甩下这句话，他提着笨重的婚纱走了。张主管看着桌上的废纸，气得把铅笔摔成2截，转头冲底下的人吼道：看什么看？没听见老板娘发话了吗？随便填数据，袖子给我缝到后背去。半个月的光阴悄无声息地溜走，梧桐树的落叶铺满了香榭丽舍大道，风穿过街角咖啡店的遮阳伞。我坐在2楼临窗的位置，手里端着一杯无糖的冰美式，这是我这7年来第一次点这个，因为那个人曾经说过喝冰的伤胃，连带着我也骗自己说不爱喝冷饮，其实那不过是对他盲从的习惯罢了。如今冰凉的苦涩滑入喉咙，却觉得无比的提神醒脑。我收拾好画本，起身走回康朋街31号的工作室。艾琳正踩着红底高跟鞋等我，她手里拿着几份刚从米兰空运来的面料，全是最顶级的真丝提花。看看这些料子，手工坊那边连夜赶出来的。我伸手摸了摸布料的纹理，质感顺滑，肌理极其讲究，正好适合大秀压轴的那套礼服。就定这款烟灰色的，
艾琳打了个清脆的响指，眼光一如既往的毒辣。打板师和几个老裁缝围在工作台前，正对着我的设计稿比划。他们看向我的目光里充满赞赏，没有人在乎我到底是谁的太太，更没人把我当成要钱度日的废柴。落地窗旁铺着厚厚的手工地毯，佑佑正趴在上面玩拼图。这半个月他肉眼可见的长胖了，小脸红扑扑的，健康又活泼。他最近学会了几句简单的法语，每天和工作坊的外籍阿姨聊得很欢。妈妈，我们以后就住这里，对不对？我走过去蹲下身，摸了摸他的头发。对，我们永远住这儿。佑佑把积木按进缺口里，他高兴地拍了拍小手。太好啦，那个坏掉的爸爸我早就丢进垃圾桶了。我轻笑出声，转身继续核对尺寸。日子过得有条不紊，连呼吸里都没有了江城的浊气，但国内的空气可就没这么好了。江城沈氏集团大楼，今天的天气阴沉沉的，顶层全景会议室里座无虚席，气氛却异常压抑。今天是年度大秀样衣的内部验收会，这关乎沈氏下半年的股价走向。门被人从外面用力推开，沈墨慈春风得意地走在最前面。他刚从马尔代夫度完蜜月回来，乔欣紧随其后。她穿着一条极度修身的红色包臀裙，脖子上挂着沈家祖传的帝王绿翡翠，12厘米的水钻高跟鞋踩得震天响，满脸都写着老板娘的优越感。乔欣顺手把喜马拉雅鳄鱼皮包丢在桌上，动作幅度很大，生怕别人注意不到那几百万的配饰。角落里站着打板部的一群人，张主管带头低着脑袋，这群人工服发皱，面如土色，他们经历了非人的折磨。老板娘乱改图纸，谁敢提意见扣谁奖金，只能硬着头皮瞎做。沈墨慈敲了敲实木桌面，环视了一圈在座的高管。时间宝贵，直接看样衣。他转头冲乔欣笑了笑。星儿这阵子辛苦了，让大家看看成果。太太亲自操刀，这秀肯定能火。沈氏的时尚品味这回要再上一个台阶。乔欣捂着嘴咯咯地笑。慈哥，你别这么夸我嘛，我就是随便发挥了一下天赋而已。张主管在角落里翻了个巨大的白眼，默默在心里念了一句阿弥陀佛。前方的黑色隔断拉开，震耳欲聋的走秀音乐响起，第一个外籍模特走了出来，全场的马屁声戛然而止。会议室里连一根针掉地上都听得见。财务总监手里的碳素笔掉在了桌上，公关部经理捂住了自己的眼睛，这也太伤眼了，这是个什么玩意儿？那本该是轻盈灵动的丝质长裙，硬生生被改成了一条厚重的粉色窗帘。模特的脚刚迈出2步，就听见刺耳的面料摩擦声。乔欣觉得真丝不好打理，大笔一挥，全换成了硬邦邦邦的化纤料。腰部最精妙的镂空设计成了灾难重灾区，因为没有任何收省到的数据支撑，贴合身形的空隙变成了勒肉的麻绳。模特本身骨瘦如柴，硬是被勒出了诡异的腰间褶子。伴随着走动，裙摆那圈粗糙的流苏像拖把一样扫地。更可怕的是领口居然被加了一圈反光的廉价水钻。沈墨慈的脸一寸寸地绿了下去，他端坐在皮椅上，手指开始发抖。模特走到桌前，摆了个定点姿势，只听见布料撕开的脆响，侧边开叉走线直接崩裂，露出里面白花花的一大片粗糙里衬，滑稽到了极点。这根本不是去走秀，这是要去要饭。张主管没忍住，噗嗤一声笑出了声，这声笑直接点燃了炸药桶。沈墨慈猛地站起身，抄起手边的牛皮纸底稿文件夹，朝着实木桌面死死砸下去。啪的巨响，里面的纸张飞到了半空。你就给我看这个！他指着那块会走路的破布，音调都变了。砸了几千万的研发经费，你就弄出这么一坨垃圾！乔欣一直活在自己的幻想里，他压根不懂服装的结构，平时沈墨慈连句重话都没对他说过，这一下把他吓懵了。他哆哆嗦嗦地往后退了2步，直接撞翻了旁边的茶杯，眼泪跟关不住的水龙头一样往外冒。慈哥，你别发火啊！他伸手去扯男人的西装下摆，声音夹得让人头皮发麻。我画的图那么好看，是工人们偷懒没做好。张主管一听，火冒三丈，这黑锅他可不背。他从人群里跨出一步，老板娘，做人讲点良心，您那儿就画了个轮廓，连用什么料子都不写，这已经是我们能缝出来的最好结果了。高管们窃窃私语，没人给乔欣解围。他急红了眼，脑子里灵光一现，抓到了一个完美的替罪羊，是苏婉。他指着地上散落的草图，声音尖锐，对，就是他，他嫉妒我嫁给你，眼红我有主导权，他离开前肯定是在图纸上动了手脚。这种连篇鬼话简直不堪一击，可沈墨慈却听进去了。他骨子里那股大男子主义作祟，他一直认定前妻是舍不得他的。苏婉以前就爱耍这些一哭二闹的手段，要的无非是他多看他2眼，多给些零花钱。对，一定是他在闹脾气，他要好好敲打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此时的巴黎工作室里流淌着舒缓的法兰西香颂，手机在操作台上震动起来，屏幕亮起，沈墨慈3个字跳跃着：
我扫了一眼，毫无波澜。小助理艾米指了指电话，晚，需要我接吗？我摇了摇头，腾出一根手指，按下免提键，把手机丢在一大卷纯白布料旁边，手里的缝衣针继续挑动着细密的米珠。刚一接通，刺耳的男高音就传了过来，破坏了法师浪漫的格调。苏婉，你在装什么死？是不是你扣了核心数据不发？大秀在即，你知不知道轻重缓急？马上把缺失的文件传给我。我拉过一把木椅坐下，对着麦克风吹了一口并不存在的灰尘。沈总，这是吃的哪门子枪药？我在桌上留了字条，进度只有80%。你们那位自称极有天赋的老板娘，不是拍着胸脯要主导全场吗？我停下针线，短促地笑了一声。怎么，买来的抹布没法穿？现在想起找前任救场啦？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大概他没料到我会这么不留情面。要知道以前我连反驳半句都不敢。他呼吸变重，强行压下火气，换了一副施舍者的口吻。婉婉，闹脾气也该有个限度，这件事影响到公司声誉。乖一点，听话，把文件打包发到我私人邮箱。他自以为是地抛出诱饵。等你回来，你要了很久的那款喜马拉雅，我明天就让店长给你送去。再给你卡里打1000万作为补偿，这下总该高兴了吧？真可悲，他眼里的我，骨气和尊严都可以用包包来折算。我看着镜子里利落的短发，抹着正红色口红的嘴唇挑了挑。沈墨慈，你是不是聋了？我再免费重复一遍，留着你的破包和臭钱，给你那个情罪妹买点补脑液去。你们自己拉出来的烂通子，自己蹲下去舔干净。我没给他留任何反击的缝隙，食指按下红色的挂断图标，通话结束，接着点开设置，一键拉黑，顺便清空了微信里他的所有记录，把他的邮箱拖进拒收站，干脆利落，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外放的声音很清晰，那句粗鲁的挂断语在大理石墙壁间回荡。沈墨慈握着手机，盯着变黑的屏幕发懵。那个唯唯诺诺的苏婉，那个离了他活不下去的家庭主妇，居然挂了他的电话，还用这么恶毒的话骂他。乔欣在旁边不知死活的拱火。慈哥，你看他多狂妄，他根本就是存心想看我们的笑话。沈墨慈偏过头，死死盯着他，目光里夹杂着厌恶和烦躁，吓得乔欣把后半截话硬生生咽回了肚子里。一种从未有过的慌乱涌上男人的心头，像是在寒冬腊月被泼了一盆冷水，事情完全脱轨了。他猛地转头看向站在门口的特助林森，滚去查他在那边到底干了些什么名堂，把他所有的消费流水调出来我看。他不信，他能插上翅膀飞了。巴黎消费那么高，他一个常年不工作的富太太，停掉他的信用卡，他撑不过3天。特助连滚带爬的出了会议室，里面的空气压抑到了极点，没有人敢提前散会，大家都在座位上数秒。沈总，出大事了。他的声音在打抖。沈墨慈眉心狂跳，快说。林森咽了一大口唾沫。太太名下所有的银行卡，包括那张无上限的黑卡副卡，这2周来1毛钱都没有动过。会议室死一样的寂静，连呼吸声都被无限放大。林森磕磕巴巴地补上最后一击。酒店前台那边也发来邮件了，太太根本没去办理入住手续，预定在落地的第1天就全额取消了。沈墨慈掀翻了面前实木桌上的文件，纷飞的纸页散落一地，盖住了新铺的波斯地毯。林森被纸片砸在脸上，连躲都不敢躲，低着头装死。沈墨慈豁然起身，大腿磕在桌缘，发出沉重的撞击声。他顾不上疼痛，抓起旁边的车钥匙，大步流星往外走。门被粗暴撞开，重重弹回门框上，整个楼层的空气都在震颤。总裁专属电梯一路直降地下车库，寻到那辆黑色的迈巴赫，解锁，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室，动作一气呵成，点火，踩下油门，轮胎在地面摩擦出极度刺耳的声响，车身如离弦的箭窜了出去，压过地下车库的减速带，砰砰作响，冲出大楼。正午阳光明晃晃的刺痛双眼，街道上车水马龙，拥堵不堪，前面是一辆慢吞吞的公交车。他狂按喇叭，刺耳的鸣笛声引来周围行人的侧目，他早顾不上面子，打方向盘，压着双黄线逆行超车。对向车道传来尖锐的刹车声，对方司机摇下车窗大骂。沈墨慈充耳不闻，沿途的红灯一个接一个，他一个都没停。电子警察的闪光灯在后视镜里频繁亮起，拍下无数超速和闯红灯的照片。无所谓了，任由驾照面临吊销风险，他现在只想快点回到那个被称为家的地方，一定要当面问清楚他到底在玩什么把戏。20分钟的车程硬生生缩短到10分钟，迈巴赫呼啸而入，停在自家花园的喷泉旁，速度太快，车头撞坏了一丛玫瑰，鲜红的花瓣落了一地，摔上车门，跑上台阶，指纹解锁，机械锁芯发出清脆的转动声，大门缓缓开启，冷气扑面而来。
苏婉，以前只要他回来，无论多晚，佑佑都会光着脚丫跑过来抱大腿，甜甜的喊一声爸爸。苏婉会系着围裙从厨房走出来接外套。现在四下寥落，他走进客厅，真皮沙发平整无痕，电视屏幕倒映着他孤单的身影，跑向厨房，琉璃台擦得锃亮，没有任何油烟气。打开双开门冰箱，连那瓶苏婉亲手腌制的糖蒜也没留下，彻底没了人气。这根本不是刚刚有人离开的家，更是一具被搬空灵魂的躯壳。恐慌在血液里蔓延，他不甘心，冲向2楼，脚步在实木楼梯上踩出杂乱的声响，一把推开主卧的门，床铺整洁的有些刺眼，径直走向衣帽间。这是苏婉平时最讨厌踏足的区域，因为里面装满了她的施舍与谎言。拉开首饰展示柜，璀璨夺目的珠宝静静躺在托盘里，项链、手链、耳环一套不落，有些丝绒盒子上落了灰，外层的塑料膜都没撕，全是敷衍买回来的限量款。旁边的包包墙上，爱马仕铂金包施耐，按颜色和皮质排得整整齐齐。这些昂贵的奢侈品，他连碰都没碰过。目光扫向最里侧的衣柜，那一小块属于苏婉的区域，以前挂着几件她常穿的旧衣服，不起眼的棉质家居服，现在只剩下几个光秃秃的衣架，什么都没留下。他走得很干净，他的东西一分一毫都没动，带走的全是与他无关的旧物。转头跑进隔壁的儿童房，满墙粉色墙纸也挽救不了荒凉，积木桌擦得干干净净，书架上的童话书全没了。看向墙壁，原本贴着佑佑在幼儿园画的画，只剩下4块泛黄的双面胶底纸，连唯一一张全家福都没留给他。呼吸不畅，跌跌撞撞回到主卧，他目光游移在梳妆台上，以前苏婉晚上总会坐在那里，留一盏小夜灯，边等他边翻看厚厚的布料册，走过去拉开底层的抽屉，滑轨的声音在空旷的房间里格外清晰。里面静静躺着一个蓝色的首饰盒，打开来是一枚做工考究的钻戒。结婚5周年时，他心血来潮亲手画了草图定制，拿到手没几天，借口工作太忙，嫌戴在手上做事不方便，随手锁进了抽屉，再没拿出来过。首饰盒底下压着几张打印好的 A4 纸，纸张很薄，边缘泛着旧色，打印出来有段日子了。伸手抽出来，目光落向抬头的加粗黑体字离婚协议书，这几个字刺痛了他的视网膜，手控制不住的颤抖，纸张抖得哗哗作响，强迫自己往下看，条款少得可怜。男方过错，女方要求男方净身出户，抚养权全权归女方所有，就这2条，不要房产，不要存款，连他引以为傲的股份也不稀罕，只要自由和女儿。翻到最后一页，右下角签名栏苏婉2个字写得很用力，笔画深陷进纸张里，字迹挺拔，毫无留恋，早有预谋。去巴黎不过是摆脱他的借口，他成了个彻头彻尾的小丑。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1遍、2遍、3遍，每一次都是同样的回复。空号查无此人，他不但没花他的钱，连国内的通讯方式都注销了，彻彻底底消失在他的世界里，斩断了所有退路。脑海里回想着他在机场的话：沈墨慈，再见，此生不复相见。当时以为是气话，在耍小脾气，原来是在下最后通牒。门外传来清脆的电子锁滴滴声，随后是转动门把手的声音。乔欣回来了，双手拎满购物袋，爱马仕的橘色盒子格外显眼。他今天去国金中心扫荡了一圈，拿着沈墨慈给的副卡，刷得毫不手软，哼着歌换上镶钻拖鞋，扭着腰肢走到楼梯口，抬眼正好看到坐在主卧门口的沈墨慈，脸色青灰，满眼血丝，像被激怒又无处发泄的困兽。慈哥，你跑那么快干嘛呀？哎呦，地上多凉啊！乔欣把购物袋堆在楼梯扶手旁，娇滴滴地走过去，俯下身去拉他的胳膊。样衣的事情，大不了再找几个人改改。那几个老裁缝也太笨了，你发那么大脾气吓坏人家了。明天我去公司重画2张图就是了。无知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沈墨慈抬头看着他，那张画着精致妆容的脸，那副除了花钱惹事什么都不会的皮囊，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他豁然起身，用尽全力一把甩开他的手。乔欣穿着高跟鞋本就不稳，被这股大力一推，惊叫一声滚下了2层台阶，摔倒在拐角的厚地毯上。改？你拿什么改？那是高定大秀！你连最基本的死道都不会守，还敢厚颜无耻地说去改？乔欣痛得眼泪直流，趴在地上不敢起来。四哥，你干嘛呀？为了那个黄脸婆跟我动手，他自己要走，把烂摊子扔给我，关我什么事？闭嘴！沈墨慈大步走下台阶，一把掐住他的下巴，力道大的捏碎他的下颌骨。如今公司资金全压在这场秀上，如果没有压轴的样衣过关，投资人撤资，我们要面临5个亿的违约金，你赔得起吗？这几个天文数字砸下来，乔欣整个人懵了，忘记了叫疼，惊愕万分地看着暴怒的男人。四哥，不关我的事啊，是苏婉陷害我。结巴巴的求饶，沈墨慈松开手，厌恶地在一旁的纸巾盒里抽纸擦手。
拿上你的垃圾，现在就给我滚！明天的秀要是毁了，我让你下半辈子在牢里度过。乔欣吓得连滚带爬，顾不上拿那些奢侈品袋子，光着一只脚跑出大门，别墅重新归于陈宁。6年前也是这样的深秋，公司刚成立，遇到行业寒冬，合伙人卷款跑路，资金链完全断裂，卖掉老家的房本，钱全打进了公司对公账户，安顿好员工，让母亲把孩子接走，把自己关在漏风的出租屋里，裹着军大衣，整整3天3夜没有合眼，拿下欧洲顶级买手1000万订单，在破产的悬崖边把公司拽了回来。也是我为了照顾他挑剔的胃口，每天换着花样学做菜，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亲手推开了一个怎样的无价之宝。距离国内的大秀只剩3天，江城沈氏集团大楼玻璃门被推得哐当直响，前台被几名中年男人围堵，全是指着鼻子骂街的。他们是各大风投机构的代表。沈墨慈坐在顶层办公室里，扯松了那条纯真丝领带，办公桌上堆满了白底黑字的文件，全是打板部的辞职信。部门空了，那些被乔欣折腾过的老裁缝宁愿赔违约金也要走，谁也不想留下来背黑锅。林森站在桌前狂擦冷汗，声音直打哆嗦。沈总又被拒了。沈墨慈开出平日里10倍的天价，满世界找业内顶尖的打板师来接盘，人是请来了，结果看了一眼那堆烂摊子，再看看乔欣瞎改出来的数据，连连摇头。这不是做衣服，这是做寿衣。对方原话就这么说的，然后像躲瘟神一样走了。投资方的催债电话又进来了，座机铃声在安静的空间里乱撞。沈墨慈烦躁地拔了电话线。地球另一端，巴黎香榭丽舍大道，夜幕刚刚降临，微风拂过梧桐树叶，施耐总部灯火通明，时装周大幕正式拉开。晚间黄金8点到，市中心所有巨型 LED 屏幕同时掐断了原本的商业广告，黑屏了3秒，接着一束追光亮起，全新的先导片震撼登场，没有多余的旁白，镜头只给衣服细节，银灰色的丝线交织，不可思议的立体剪裁，镂空与褶皱完美结合，布料随风摆动，衣服在模特身上有了生命，随着步伐流光溢彩，简直是视觉的极致享受。广场上的行人停下脚步，咖啡馆里的客人放下杯子，全世界的时尚圈在这一刻停止了呼吸。黑色背景板上缓缓浮现一行烫金法纹，天才设计师晚6年磨一剑，重磅回归，接任亚洲区首席设计师。画面一转，一抹夺目的红撞进视线，那是一件高定风衣，剪裁利落到极致，穿着它的女人背对镜头，及腰的长发不见了，那头为了讨好别人留的长发早已被剪短。她慢慢转过身，五官明艳，毫无怯色，冷傲的目光直视镜头，不需要任何配饰点缀，气场压住了整条街的繁华。那就是我曾经在厨房里洗手做羹汤的苏婉，如今重获新生的晚神。我端着无糖黑咖，站在总部3楼的落地窗前，看着广场上驻足的人群。艾琳走过来碰了碰我的杯子，高跟鞋在地板上踩出脆响。你现在是全世界的焦点。我喝了一口冰美式，苦涩顺着喉管流下，非常提神。这只是个开始。视频没有国界，不到1小时，各大社交平台直接瘫痪，程序员临时扩容才稳住服务器，热搜榜前10全换了名字。吃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论坛里盖起了万丈高楼。有人发帖，这不是沈氏藏在幕后的枪手吗？立马有人反驳，你懂个屁，人家本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晚神，6年了，他终于舍得出山了。键盘侠们开始扒细节，长篇大论的分析帖满天飞。等等，你们发现没有？快看施耐的最新款，再对比沈氏一直预热的涅槃。截图被一张张放大，红色圆圈标记出工艺走向。这根本就是一个路子出来的，何止是一样，施耐这是神作。沈氏那个简直就是一坨照猫画目的垃圾。楼上的你侮辱垃圾了，我家窗帘都比沈氏那件合身。舆论的潮水反噬的极快，沈氏的官方账号被冲烂了，评论区全是在要说法，把天才气走，捧个秘书上位。听说那个秘书连面料都不认识。大专秘书主导高定大秀，去菜市场买菜都没这么随便的。退钱，抵制沈氏。公司股票代码一片惨绿，直接封死在跌停板上。消息很快传到了总裁办公室，林森哆哆嗦嗦地递上平板，页面还停留在播放界面，视频还在循环播放。沈墨慈死死盯着屏幕，那是苏婉。他不信，他把视频拉回去重新放了一遍。那个为了500万就能娇滴滴叫他哥哥的女人，那个每天在厨房熏油烟的女人，怎么可能？可那张脸他看了7年，化成灰他也认得，胸口被重锤砸中，呼吸全卡在嗓子眼里，这就是他这半个月干的好事。林森咽了口唾沫。施耐那边发了正式通告，苏小姐确实接任了首席。沈墨慈手腕失利，平板掉在桌上，屏幕裂开了几道蜘蛛网般的缝。原来他早就想好退路了，去巴黎不是散心度假，是去登机加冕的。电脑提示音响了，一封法务邮件发了过来。
发件人是跨国顶级律师事务所，内容简单明了，审视最新公布的几款样衣，涉嫌侵犯苏婉女士的早期版权，要求立即停止一切商业行为，否则直接走跨国诉讼，这是绝杀，连那几块破烂都不让展出。订机票，最快去巴黎的航班，立刻，马上！林森愣在了原地，脑子转不过弯。可是后天的大秀，去他妈的大秀！他现在只想抓到那个女人，当面问问她到底想干什么。门板被粗暴地撞开，乔欣披头散发地跑进来。他刚才在楼下被投资方堵了，那帮人可不讲客气，有人朝他泼了半杯冷咖啡，深棕色的液体顺着脖颈流进衣领里，衣服扯破了，高跟鞋也丢了一只，光着一只脚跑上来的。慈哥，你要去哪儿？他扑过来抱住男人的大腿，你不能走啊！沈墨慈看着脚边的女人，那张原本觉得清纯可人的脸，现在只剩下愚蠢和贪婪，眼底全是难以掩饰的厌恶。他抬腿就是一脚，没有半点怜香惜玉，鞋底直接踹在乔欣的肩膀上，这一下没有收力。你还有脸提大秀？沈墨慈居高临下的指着他，暴怒的声音震得玻璃嗡嗡作响。那堆破烂，你穿上去走台吗？你这个蠢货！你差点害死整个沈氏！如果不是他把打板室搞得乌烟瘴气，如果不是他非要抢什么主导权，他怎么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乔欣趴在地上哭嚎，脸上的妆全花了，黑色的防水眼线糊在眼眶边，像个劣质的小丑。他捂着肩膀发抖。四哥，我错了，我不该逞强的。你给婉婉妹妹打电话，让她回来帮忙好不好？还在叫婉婉妹妹，沈墨慈气急反笑，伸手抓起桌上的水晶烟灰缸，高高举起，最后硬生生砸在墙上，玻璃碎屑四下飞溅，划破了乔欣的小腿。沈墨慈没再多看他一眼，越过地上的烂摊子，去机场。司机不敢多问，一脚油门踩到底，车子驶出大厦。经过国金广场时，那块巨大的屏幕上还在循环播放着施耐的先导片，那抹红色的身影再次出现，冷傲的眼神穿透屏幕，直刺进车窗里。沈墨慈闭上眼睛，手指死死抠着真皮座椅。等我抓到你，一定要让你乖乖认错。江城国际机场里，沈墨慈办理了加急通道，手里攥着头等舱的机票。过安检的时候，他的手都在不自觉地发抖。国魔之光再创辉煌。主持人字正腔圆，每一个字都在嘲笑他的愚蠢。他逃避似的戴上降噪耳机，却隔绝不了脑子里的声音。他以为一个家庭主妇只要多给点零花钱就能打发，现在想来自己有多可笑。飞机开始登机，他拖着步子走进廊桥，舷窗外的夜灯昏暗，十几个小时的航程里，每一秒对他来说都是凌迟。飞机终将抵达遥远的巴黎，夜色浓重，康朋街31号，这里是全球最顶级的名利场，施耐年度大秀主会场，座无虚席，第一排全是最顶尖的时尚大咖，明星混坐在媒体区，场内非常安静，大家都在等最后的作品。一束追光打在幕后，钢琴曲缓慢流出，重生系列压轴主杀登场了。白色的纱裙拖曳在 T 台之上，银色丝线在灯光下闪烁，布料走线打破了常规比例，腰部是极其大胆的镂空，背后的真丝被剪裁成复杂的几何形状，随着模特的走动，裙摆如同水波荡漾，这是完全超出当今审美的神作。前排的女星摘下了墨镜，买手们拿出了记事本，时尚界的女魔头也坐直了身体。镁光灯开始频繁亮起，快门声响成一片，底下响起了掌声，声音越来越大，有人起立鼓掌，后排的媒体也站了起来。短短10几秒钟，全场起立，掌声雷动。后台，我站在角落的阴影里，看着监控显示器上的画面。这件衣服耗费了我整整3年的心血，在江城的时候它叫涅槃，现在它叫重生。艾琳踩着高跟鞋走过来，她一把抱住我。今晚干得漂亮。佑佑站在更衣室门口，她穿着定制的粉色公主裙，手里抱着小白兔玩偶，这是手工坊的阿姨连夜给她做的。她仰起头看着我，妈妈今天好漂亮。我蹲下身子帮她理了理裙摆。佑佑也好看，害怕吗？佑佑用力摇了摇头。妈妈在，悠悠不怕。前方的帘幕拉开，强光照射过来，我拉着佑佑迈开步子走了出去。我们从幕后走到 T 台中央，底下的欢呼声更大了，掌声震耳欲聋。这是属于我的荣耀。在那个满是油烟的厨房里，我被困了6年，今天终于站回了这里。我弯下腰，牵着佑佑一起鞠躬致意。起身时，皮埃尔在台下冲我竖起了大拇指。有几个老裁缝眼眶发红，有人在硬闯，几个外籍安保迅速跑过去。大门的黄铜把手被撞得砰砰响，闯入者力气极大，他推开了2个安保人员，外套在拉扯中被撕烂。他身上那件手工西装已经破烂不堪，袖子裂开了一大条口子，里面露出了保暖内衣的边。江城是冬天，巴黎场馆里暖气很足，他捂出了一身汗，头发乱七八糟地贴在额头上，
领带不知道掉哪去了，衬衫的扣子也崩掉了2颗，眼睛里布满血丝。这副模样比起街头的流浪汉好不到哪去，完全就是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他一路狂奔，安保没防备他跑得这么快，他冲到了 T 台下方，距离我只有不到3米远。万万！他扯着嗓子大喊，声音破了音，在这个高雅的秀场里显得格外刺耳。他双手扒着舞台的边缘，试图爬上来。几个高大的外籍安保追了上来，一左一右抓住了他的肩膀，用力往下一按，他膝盖磕在地上，被死死按在了红毯上。沈墨慈还在拼命挣扎，脸贴着冰冷的大理石，脖子上的青筋全部凸起，他的一只皮鞋在挣扎中掉落，露出了黑色的袜子，十分滑稽。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视线撞在一起，他眼底全是慌乱和暴怒，就像一个被拆穿了把戏的小丑。苏婉，你不能这么对我！他拼命抬起头，脸涨成了猪肝色，由于用力过猛，口水喷了出来。他空出一只手，从西装内兜里掏出一张纸，是一张皱巴巴的律师函。他在半空中疯狂挥舞那张废纸。你用着我的钱来巴黎度假，反手就把公司的核心设计卖给了施耐。我要告你，我要让你身败名裂！但这出闹剧太有看点了，长枪短炮齐刷刷调转方向，所有的镜头全对准了地上的沈墨慈，闪光灯快的连成了一片。今晚全球的娱乐头条都有素材了。佑佑往我身后躲了躲，我轻轻拍了拍他的背安抚。我向台下助理艾米招了招手，他立刻小跑上台，把孩子带去后台。艾米点头答应，转身牵起佑佑的手。佑佑临走前回头瞥了一眼地上的男人，臭烘烘的坏爸爸。这声音虽轻，却被沈墨慈听得清清楚楚。他浑身肌肉瞬间僵硬，脸上的表情扭曲得无法直视。我转身走向舞台中央，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麦克风，我简单试了一下音，声音通过顶级音响回荡全场。沈先生，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我举起右手打个响指，幕后导播即刻切断现场音乐，巨幅 LED 屏幕闪烁后瞬间换屏，褪去走秀场牌标识，屏幕上逐行浮现出大段底层代码原文件与技术图纸，随后切换成多国专利证书的扫描键，正一页页向上滚动，底部日期明确标注为3年前，权利方栏位清晰写着我的名字。我直指大屏幕，示意所有人看清事实。各位看清楚，所有关于此设计的各项占领权，如今全都登记在我苏婉的个人名下。媒体长枪短炮齐齐对准大屏幕，高清镜头捕捉每个细节。我垂眸看向地上的沈墨慈，他已彻底停止肢体挣扎，他双眼死死瞪大，盯着投影出的产权扫描键，嘴唇不受控地颤抖。这份突如其来的产权打击，成了彻底击溃他的致命稻草。早在3年前，我便不下后手，将设计底稿与核心专利完全剥离，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始终严密保管在我自己手里。他现在苦心经营的公司，本质上只是没有核心资产的空壳。我双手紧握着麦克风，语气保持着绝对的平稳。当初我只是顾念昔日的夫妻情分，才免费授权你给沈氏集团进行商业使用，但现在我已经不高兴了，决定单方面终止授权，整个过程完全遵循法律法规，无任何违规之处。现场观众瞬间爆发出一阵惊呼，人群中响起密集的讨论声，同声传译员语速飞快地向海外嘉宾传达现场的反转信息。大家终于明白，这并非商业窃密，而是正当的所有权收回。无数摄像机镜头贪婪地记录下我这番霸气控场的反击。我内心根本没有打算就此罢休，既然已经掀桌，就要撕碎到底。我冷笑一声，对导播做了一个手势，屏幕再次切换，这回放出了一个重磅炸弹。第一张是精美的婚纱照，乔欣穿着洁白奢华的婚纱，沈墨慈穿着纯黑手工西装，两人搂在一起，笑得很甜。没离婚就拍新婚照，这可是个大丑闻。但这一切还不算完，下一张是办公室监控截图，右下角时间戳清晰指向几个月前的某个下午，画面极其不堪入目。乔欣坐在宽大的办公桌上，沈墨慈低着头，两人衣衫不整。外国大咖们全看懂了，有人发出长长的嘘声，甚至用法语骂了脏话。闪光灯疯狂闪烁，画面继续滚动，这次放出大面积银行流水凭证。3月5日转账200万，购买了一套卡地亚高级珠宝。6月10日转账5000万，备注是世纪婚礼的定金，每一笔的收款方都是同一个海外账户，户名是乔欣。我提高了音量，继续说道：这些钱全是我的前夫拿我赚来的血汗钱，转头给小秘书办了场世纪婚礼，1999朵空运白玫瑰，真够浪漫。我沿着台阶走下2步，离他更近。你在婚礼前就开始偷偷转移我们的婚内财产，怎么好意思大言不惭说我用你的钱来巴黎度假？沈墨慈看着大屏幕上的流水，脸色煞白，连嘴唇都没了一点血色。
他的身子彻底软了下去，像被抽干了骨头。我继续步步紧逼。你让搞不定设计图的小青人去处理，买来的破布缝不好衣服，硬生生面临5个亿的违约金。你现在跑来巴黎，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绑我回去做免费苦力？我每说一句，他就往后瑟缩一下，额头上的汗珠大颗大颗往下掉。你们自己拉出的烂摊子就自己蹲下去清理干净，别痴心妄想了。每一句话都像响亮的耳光隔空抽在他的脸上，清脆作响。沈墨慈张大了嘴巴，喉结艰难地上下滑动，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沈墨慈彻底傻眼了，刚才还大吼大叫的男人现下连站都站不稳。他把两眼瞪到最大，死死盯住大屏幕，流水单上的数字清清楚楚，旁边那张办公桌上的丑闻照片尤为刺眼。媒体快门按得飞快，把他的狼狈拍得一清二楚。他一直把苏婉当成好拿捏的黄脸婆，吓唬2句甩点零花钱就会乖乖就范。但他算错了一点，兔子逼急了会咬人，更何况苏婉是时尚圈曾经的王，一开始就把所有核心专利握在手里，只留给沈氏一个空壳子。台下全是全球最顶尖的时尚大咖和媒体记者，大家看不懂中文，但流水账单上的数额都会数。法国贵妇们互相交头接耳，指着他嗤笑，那些嘲弄的视线扎在沈墨慈身上，最后一点心理防线崩塌了。再硬撑下去，面临的便是身败名裂和破产。他顾不上体面，双膝弯折，跪在大理石地板上，西装裤腿蹭着地面一路爬到 T 台边缘，手拼命去抓台上的流苏边。妈妈，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他声音嘶哑，扯着嗓子大哭，眼泪混着汗水往下掉。都是那个乔欣勾引我，我一时猪油蒙了心，我心里只有你。这种下三滥的甩锅戏码十分可笑。求你把专利授权给公司吧，投资人撤资了5亿违约金会逼死我的。我们好歹有7年的感情，你不能这么绝情。7年感情，骗我在厨房熏油烟，骗我给他当免费枪手，转身就给小三买千万钻戒办世纪婚礼，现在跟我提感情，真是让人反胃。沈墨慈见我不为所动，转头看向一旁的佑佑，那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他努力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佑佑，我是爸爸呀，你最疼爸爸了，对不对？你帮爸爸求求妈妈，我们一家人回家好不好？爸爸给你买最大的变金刚，以后天天带你去游乐园，天天陪你画画。换作大半年前，那个总是满眼期待举着画纸的小丫头，听到这些承诺，早就不顾一切扑进他怀里了。但现在的佑佑早就已经不稀罕了，不但没往前走，反而嫌恶地往后退了2步，躲在我身后，只露出一双大眼睛。你是个大骗子，我才不要变形金刚，我也不要你这个坏爸爸。沈墨慈愣在当场，悬在半空的手僵住，收不回来。佑佑鼓起小脸，非常生气地指着他：你在家里天天对妈妈发脾气，还骂我是个生下来的赔钱货。佑佑越说越气，小手叉着腰，带同声传译耳机的外国记者听完整段，场内顿时一片哗然，连亲生女儿都当面痛骂，这人品的确是低劣到了极点。前排贵妇当着所有镜头翻个大白眼，还特意做了个向下比拇指的动作。沈墨慈僵立，台上活像个小丑，连半句辩解的话都挤不出来。私底下跟乔欣说的混账话，他原以为没人听见，却全被5岁女儿记在心里。这就是他平日里口口声声标榜的所谓父女深情。我冷眼旁观这出荒唐闹剧，多看1秒都嫌脏了眼。沈墨慈，收起你那套表演，从你算计我拿钱羞辱我的那天起，我们俩清了。国内的律师已经正式立案，你私自转移的婚内财产必须连本带利吐出来。我抬手朝台下示意，安保人员立刻冲进场地，2名1米9的大汉一左一右，死死架住沈墨慈的2只胳膊，他们合力将他整个人从地板拖拽起来，皮鞋磨地，留下2道黑印。苏婉，你不能这么干，你这是要赶尽杀绝，你彻底毁了我，毁了我！凄厉惨叫回荡在场馆内，现场没有一个人对他抱有同情。媒体记者举起长枪短炮，一路跟拍，刺眼闪光灯照亮他狼狈离场的路。台下时尚界大佬们互相碰杯，既看了顶级设计，又瞧了一场笑话，真是不虚此行。半年后，巴黎的初冬透着寒意，我坐在塞纳河畔的露天咖啡馆里，阳光洒在圆桌上，鸽子飞过来停在长椅旁，佑佑坐在对面，捧着一个巨大的草莓冰淇淋，吃得津津有味，嘴边全是一圈白色的奶油。我抽出一张纸巾帮他擦掉，他冲我甜甜的笑，眉眼弯弯。这里的空气没有任何勾心斗角，连呼吸都顺畅无比。桌上的手机震动起来，国内的朋友发来几条长消息，全是这半年来国内的大瓜。沈氏集团彻底凉了，偷税漏税被实名举报，相关部门连夜突击检查，账本全被抄走。在法庭上拿出了工作群的聊天记录，每一条都有乔欣瞎指挥的语音，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沈墨慈在被告席上气得直哆嗦，
连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投资方眼看势头不对，联合把沈氏告上法庭，要求强制退还5亿的投资款，外加高额违约金。被拖欠工资的员工也集体起诉。法院很快判决，沈墨慈名下所有的资产，包括那栋500平的大别墅、车库里的几辆豪车，以及私人银行卡的存款，全部被冻结强制拍卖。就算砸锅卖铁，连个零头都不够舔。沈墨慈一夜之间从身家10亿的沈总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老赖，连坐高铁的资格都被取消了。朋友发来几段短视频，视频里的人穿着发酸的旧衣服，胡子拉碴，瘦得颧骨凸起，正是沈墨慈。他去求以前的生意伙伴借钱，站在王总的大门外按了半个小时门铃，开门的却是一群保安，直接把他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里。他又跑去找当年的铁哥们李总，李总隔着防盗门丢出来200块钱，全是绿色的10元纸币，随风散落了一地。沈总，拿去买几个馒头吃吧，再来烦我，我叫人打断你的腿。走投无路之下，他跑去找乔欣，指望乔欣能拿出私房钱救急。推开高级公寓的大门，里面被搬得空空荡荡，连厨房的水龙头都被拆走了。乔欣卷走了公司最后一点能动用的现金，早就跑得没影了。追债的天天晚上敲门，用红油漆在墙上写大字。沈墨慈夜里上厕所都要躲躲藏藏，生怕被人套麻袋打一顿。他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嚎啕大哭。乔欣这女人的下场更惨。江城晚报登了一则新闻，机场候机厅发生恶性斗殴事件，乔欣拿着假护照准备出境，结果在安检口被社会大哥按住了。原来他卷钱之后跑去地下赌场想翻盘，连本带利输了个精光，还倒欠了放水公司2000多万，高利贷全程通缉他，在机场把人堵住了。乔欣戴着假发装死，争执中他被推了一把，穿着10厘米的高跟鞋没有站稳，从滚梯上摔了下去，滚了10几级台阶，满地都是血，送到急救室。命保住了，肚子里的孩子却没了，手术需要直系亲属签字。警方找来了沈墨慈，沈墨慈本来以为这下断子绝孙了，在走廊上哭天抢地，结果护士递过来一份血型报告，彻底把美梦击碎。乔欣是 A 型血，沈墨慈是 O 型血，引产下来的死胎验出了 AB 型血。这报告是个正常人都能看懂。这顶绿帽子发着油光，稳稳当当地戴在他头上。这几个月花了几百万买燕窝鱼翅，为了这野种抛妻弃女，结果连个接盘侠都算不上。警方顺着线索往下查，找出了真正的亲生父亲，是乔欣在夜总会认的干哥哥，初中没毕业的小混混，整天游手好闲，因为偷电瓶车进过局子。乔欣为了上位，弄出这种把戏，只为了过上豪门阔太的日子。网络上吃瓜群众吵翻了天，评论一条比一条损。霸道总裁倒贴钱帮混混养小弟，真是王八看绿豆，绝配。乔欣涉嫌商业机密盗窃，外加巨额职务侵占，金额特别巨大，牢饭起步就是10年，后半辈子只能踩缝纫机了。至于沈墨慈，朋友发来一条长长的语音，声音里全是止不住的笑意。那小子看完验血报告，当时两眼一翻，口吐白沫，直挺挺地倒在抢救室门口。医生检查说是急火攻心，加上长期精神压力极大，脑血管破裂，大面积出血，命大没死成，但半个身子彻底偏瘫了。现在他那嫌贫爱富的亲妈只能带他在城中村租发霉的地下室。听完语音，我把手机锁屏放进包里，多行不义必自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端起杯子喝了一小口咖啡，微风拂过脸颊，今天空气真清新。夜幕降临，巴黎大皇宫外停满豪车，全球时尚大赏颁奖典礼正在进行，红毯两侧全是国际主流媒体。我挽着艾琳的手臂走上了红毯，周围全是此起彼伏的快门声，大家都在呼喊晚神的名字。典礼到了最后环节，也是全场分量最重的奖项。著名设计大师皮埃尔走到台前，拆开手里精美的烫金信封。获得本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设计师的是，他故意停顿了几秒，视线扫向台下的人群，来自施耐的万女士。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我在所有人注视下站起身，提着裙摆，踩着红底高跟鞋，一步步走向领奖台，接过那座沉甸甸的纯金小金人。这代表着我6年的蛰伏，也代表着涅槃后的新生。金发碧眼的女主持人走上前来，递给我一支黑色麦克风。大家对你的经历非常好奇，在这个登顶的时刻，你有什么想对全世界女性说的话吗？台下数百双眼睛盯着我，全网几千万观众在看直播。我拿着金奖杯，看向正前方的摄像机镜头，没有准备演讲稿，全凭心声。我声音平稳，吐字清晰。不要在垃圾堆里找爱情，更不要折断自己的翅膀，去给不值得的人当垫脚石。与其做笼子里被豢养的家雀，整整期盼主人的施舍，不如去做自己的天空里自由翱翔的鹰。话音刚落，短暂的寂静后，全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前排的女星站起来为我鼓掌，后排的同行们吹起了口哨。
我举起右手的金杯，向台下的来宾挥手致意。穹顶的舞台光束正好打在我的右手上，照亮了无名指上的那一枚戒指。那是一枚切割完美的粉色钻石，足足有鸽子蛋大小，在灯光下折射出极度耀眼的光芒。这枚罕见的顶级粉钻是我在2天前的佳士得拍卖会上花了半年薪水拍下来的。它很贵，但我完全买得起，不需要男人施舍那些敷衍的小礼物，我自己就能给自己最好的一切。颁奖礼结束后，我牵起在后台等我的佑佑，一大一小2个背影走向了大皇宫外广阔的夜色中。这里才是属于我的主场。至于那些曾在烂泥潭里绊过脚的垃圾，早就随着冲水马桶永远消失在我的世界里了。前路坦荡，属于晚的时代才刚刚拉开大幕。